穿上顶级战甲，拿起熟悉的武器，哎，这个味儿嘛，我就熟悉啦。理解热爱，分享快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鲨鱼分享，我是鲨鱼。本期带来的依旧是战神系列的产品，由麦克法兰所出品的精英版战神诸神黄昏中的奎托斯阿瑞斯套版本。精英版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豪华版的配置，相对应的呢也增加一些配件。这次主要是体现在这个选材上啊，游戏里呢也是一套需要2周目才能购买的这个套装。我们就一起看看精英版这款表现如何。包装盒呢，由于是精英版，在规格上和我们之前介绍的也有了一定的变化。首先是它整体的色彩呢变成了这么一个黑白搭配啊，有点暗纹。那么在侧面呢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精英版高贵的身份。背面还是游戏的美宣图，只能说有变化，但是呢真不多。人物卡也是同系列的图案一样啊，只将文字呢又改成了这个精英版。哎，还是强调一下啊。额外呢还有一个兑换码的卡片，这个应该就是兑换官网积分的，我就不展开了。盔甲的造型呢，咱们先大致看一眼啊，确实是非常的帅。游戏里这身盔甲本来就带有致敬老战神和阿瑞斯的元素，整体红金色的配色呢，战意十足啊。游戏里这套盔甲本身造型细节也并不是很简单，所以还原起来呢，其实对于老麦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对比游戏中的截图，整体可以发现，其实腰腹部的造型还是略修长了一些。游戏中奎爷呀，毕竟是上了年纪的，可以看到腰腹部的这个对比度呢，并不是很明显了。老麦呢，在这里反而是有点美型了，手臂和腰部这么一比啊，可能也是稍微细了一点。不过整体的身材相比起原著呢，视觉上更挺拔了一些。对于老麦而言呢，这个表现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头雕呢，就是和之前的无甲版一样，非常优秀的一颗头雕啊，所以沿用呢，我也可以理解。对于奎托斯本人的特征呢，都有所还原，神情也算得上是比较到位。别的咱们之前都夸过了，主要还是想聊一下，在小比例产品的眼睛里呢，点这么2点高光，就会立刻呢拔高产品的这个神态和象征度。老麦呢，这也算是开窍了。不过你看看背后啊，我这个脖子这儿呢是有一点开合的小中奖。那替换头呢，则是精英版的专属，一颗怒吼状态的头雕，比起原版头啊，塑造更加的优秀。本身对于情绪的呈现呢也比较直观，口腔内部做了一些分色啊，连头顶的这个分膜线呢处理的都比原头啊要更加的干净一点。装上之后呢，奎爷明显是要凶悍的很多，开斯巴达之怒呢。对于身体的盔甲大体造型的呈现还是很还原游戏里的特征，包括这个胸口的兽纹、肩膀的铠甲、背后以及手臂的链条，细节不错的同时呢，也都做了相应的涂装分色。不过游戏中这个盔甲的反光度和细节呢，确实还是更多一点。对于老麦这个价位的产品啊，就有点强人所难了。腹部的锁子甲制作倒是相当的可以啊，不论是这个模具精度还是涂装都很到位。腰带依旧是多种材质堆叠的刻画，基本上的涂装点位也做了相较于普通的麦克法兰产品更细致的呈现。整体的外观表现呢，至少是拿捏住了盔甲整体的形准和特征，确实有着精英版的表现。虽然有部分异色或者是缺少金属光泽等问题，不过对于美系产品来说，目前的效果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头部除了低头被干涉，各范围都不错。肩甲呢是通过卡槽固定在胳膊上的，所以这个平台呢略微受限。假蝴蝶关节这次得益于盔甲的造型，确实也达到了可动幅度不错，造型也不穿帮。胳膊前台没有问题，平转的隐藏在盔甲的材质分割处，比较自然。手臂为了保证造型的一体性，使用了单关节，这里对于单关节的使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本身呢造型就复杂，中间的部分还有涂装，为了保证这个盔甲造型的完整性呢，做一定取舍还是可以理解的。手臂外侧还有未展开的盾牌的刻画，等会儿再说。腰腹部呢向前幅度比较小，向后依旧是大到离谱啊！左右侧摆和旋转没有问题。腿部虽然有裙甲，但是干涉呢不算特别大，各方面的活动还算是比较自如的。本款产品的可动呢，确实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本身做的就是这个比较厚重的铠甲造型，很多关节呢也至少利用了铠甲本身的设定做了一定的隐藏，在保证了外形一体性的情况下，可动已经足够摆出一些常规的战斗 pose。毕竟它的卖点啊是盔甲造型，以盔甲的一体性考虑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作为这个所谓的精英版呢，肯定配件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怒吼头雕，附属了2对手型放松和握持，2把混沌之刃，武器的细节不错，厚度和锐度相较于老麦的通常发挥也更加的正常。不过老麦做的应该是游戏中1级的造型了，这就跟我天命人穿着大圣套背着一开始那初始葫芦似的，有点突兀。
不过，对于游戏题材的产品，装备本身就会根据游戏的阶段呢有多种造型。很多厂商在制作游戏题材时呢，也有同样的考据问题，也算得上是一个业内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利维坦之斧依旧是跟原版一样，造型和细节都很好，但缺少了一些宝石的涂装，而且也是这个初级的造型，可以通过背后的卡扣进行搭载。彩虹桥的钥匙，这个也和原版一样，如果能额外给一个世界树的种子呢，就更好了，可以挂在腰间进行展示。还有展开和关闭状态的盾牌，盾牌的造型看上去像是游戏中的守护者之盾，观感很不错，但是比例上是比游戏里小了一些。比较遗憾的是没有附属智慧之神密米尔的头，明明后方都给了挂钩啊。总的来说呢，配件给的还算是比较大方，头雕、武器、挂件类型倒是一应俱全，搭配起来可玩性还可以。但是对于精英版还是缺少了一些考据，这些装备要是都做成满级的话，估计呢也得省略一些涂装。总的来说，精英版呢，我其实更愿意称之为豪华版。可以看到造型和配件的附属介于普通的老迈常规产品还是有一定的提升。鉴于这个选材啊确实比较罕见，造型呢也比较复杂，目前的完成度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看出是有野心的。不过既然都叫精英版了，在考据方面呢，感觉还需要更加的细致。如果你是游戏的粉丝，那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入的，毕竟题材和造型呢也都不差。OK， 喜欢我的内容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